宝宝都已经这么大了，他之前都从来没怎么管过孩子。我觉得我不在乎他没有车，没有房子，也没有存款，我希望他能对我跟宝宝好。可是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他对我不好，对宝宝也不够尽心。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子坚持下去能坚持多久，我也不知道这样过下去还有什么意义。既不爱我也不关心宝宝，这样的日子还能过下去吗？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黎先生31岁，来自广东，产品经理；女嘉宾曾女士26岁，来自湖南，全职宝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多久啊？结婚1年多了。觉得他对你不好是吗？对孩子也不关心是吧？对，就是没怎么尽责任。哦，所以今天要来干嘛呢？就是我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他还是这样不改的话，我觉得我就跟他过不下去了。哦，咱从哪儿开始说说这过不下去的心结呢？主持人是这样子的，他欺骗我。哦，对，他怎么欺骗您的呢？我们不是见家长的时候嘛，然后我跟我爸妈有说过，他不是有那个欠债嘛，然后我爸妈就问他欠了多少，他就说欠了4、5万，然后我在问他的时候呢，他又说欠了6、7万。最后结婚之后，然后他就告诉我，就是欠了21万。哦，对，这个问题啊，我是承认确实是存在的哈，因为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？就是我老婆她事后也讲了，就是如果她事先知道了这个婚，估计也结不成了。就是刚开始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就没有实话实说哈。所以说这就是欺骗嘛，是吧？除了这个欺骗，还有别的欺骗吗？他不但这样，他还出尔反尔。就是我们结婚嘛，我跟他说过，我说婚后的话呢，就是工资归我管嘛，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因为身体原因嘛，体质很差，怀孕就不能工作嘛，然后我就跟他说好了，然后他就答应的。可是婚后的话，他不是这样子的，他那工资也不按时交给我，然后我经常就是没有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身上都没有钱，我要买菜呀，我突然发现我身上就没有1分钱，然后有的时候他就说他要还债。然后还债，就是我知道他就还债，但我不知道具体那个钱去哪里了，就是不经过我的手。他还完债之后，有时候给我几百块钱，剩下几百块钱还给我，有时候给我几千块钱，然后给完几千块钱，他又说他又要还债，又拿走了。等于婚后您因为怀孕，所以不能工作，对，在财产上没有安全感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。然后还有就是宝宝不是有红包嘛，就我亲戚会给嘛，然后的话呢，有时候交房租不够嘛，他就说，那个钱你先拿给我，我垫一下用一下哦。然后他说我发了工资就给回你，然后发了工资就不了了之。21万的债还完了吗？现在还有10多万哈，还有10多万。按理说哈，你也欺骗了人家嘛，心里面总觉得是亏欠的嘛。婚后应该对他很好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看小片里面也说不好，是吗？对。怎么个不好法？就是他不理解我，不心疼我。比如就是我不是就是理解他上班很辛苦嘛，然后我整个孕期都是我做饭，然后给他洗衣服，然后他就一点都不领情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说那你不要洗啊。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因为我白天都在上班嘛，一直都在上班，然后他看到了有可能就会帮我洗的，然后他第一次说，然后我又没大理，他说的次数多了，然后我就可能就会我也会有情绪。是不是在他孕期的时候你也很少做家务？是这个是然后就是孕妇嘛，不是容易饿嘛，然后我有时候就是晚上12点之后，我可能就11、2点我还饿呀，他就不让我吃，他就说12点之后还是就是对身体不好。对，所以我怀孕了就让他吃夜宵。等于妻子想吃夜宵，你不让他吃是吗？对。这个事情是这样，就是他经常是12点左右那个时间嘛，然后我就说可能对身体不太好。你有陪他产检吗？有。大夫有说他妊高吗？我没大注意这个问题。妊糖呢？我没大注意这个。也就是说，对他既无妊高也无妊糖。大夫有没有说他体重增长过快呢？这个没有，应该是正常的。对啊，大夫都没说，你为什么不让他吃东西呢？这好奇怪。其实我不是不让他吃，就是有可能是我没有去帮他买。不是他不帮我买，然后他就说他也不帮我做。孕期很不好是吧？
那生产的过程当中的表现的怎么样？就生孩子的过程也不好啊。我当时都要绝望了。就是我还生孩子的时候，我婆婆来了嘛，但是因为我婆婆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大医院，她连挂号都不会。我当时是破水了，我自己打了车去的医院，就是因为你呢？你在干嘛？我在上班。那你赶紧回去啊！他刚才第一次打电话给我说，因为我也没什么经验啊，我就问，那你看一下是什么情况？我说有情况你再通知我吧。不是没经验才会着慌啊，你才会急着跑回去啊。我请了个假，然后就赶紧就过去了，然后就坐车过去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是12点40他才到的。您是几点钟去的医院呢？我是9点多钟就到医院了。哇，需要3个多小时啊？不是9点多出门，有可能去到医院，从家里去医院又要一段时间嘛。不是，那就给你打电话了吗？你就应该赶过来了吗？那时候还没有，就还不确认情况。那时候，因为我也不知道真的是破了羊水还是怎么着，还是只是一个肚子痛。然后就算这事儿没经验赶过去的，后来怎么样啊？后来我好不容易很辛苦把孩子生下来嘛，我就想让他跟我说句辛苦了呀，理解一下我。所以说我想，后来事后我跟他说的时候，他就跟我强调说，他说我也在那等了很久呀。他这个说的话，那个他的那个语气，我就很委屈。他希望他安慰他。男生说我陪产也很辛苦，没有安慰，是这意思吧？这个意思他没表述清楚是这样子。就是事后他一直都说嘛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生那个孩子很不容易这样子。他说第一次我也很理解，但是每一次吵架他都这样说。那某1、2次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态度，我就说，那我从头到尾这个过程我也陪在。那好，那我让你去体验一下那个生孩子的痛，你为什么那个说我生是无聊的事呢？他一直都说就是就男人也能去那个体验一下生孩子那个痛啊，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，反正。说有个什么机器的，然后我就说，我干嘛要去体验那个东西？然后就好像说我不去体验就是不是关心，我去体验了就是关心那样子。然后行，我明白啊，就是这件事说出来都要带有一些情绪了啊。我还是想了解事实，就是产后他对你照顾的好不好？不好，就是他要上班嘛，他就直接告诉我，他说我下半夜是起不来的，我有时候一直做到天亮哄孩子，然后一个晚上要起来3次4，他去上班了，我还在那里坐着，就是喂奶或者哄孩子，他就直接告诉我下半夜起不来，上半夜也不管。对宝宝怎么样啊？对宝宝也不够尽责任。就有一次我不是跟他回老家过年带宝宝嘛，那宝宝也小嘛他就发高烧，然后又来又吐，就说肠炎嘛。然后从医院回来之后呢，宝宝不是哭得很厉害嘛，他喂药的时候他就不耐烦，他就一口药一口米糊喂他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样不行，然后他就怕你什么都是对的，他说我觉得这样也是对的呀。然后我再多说他2遍，他就发脾气，他就撂挑子不干了，然后他就不管孩子了。是吗？这个是有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每一次都是的，就是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他的方法是对的，然后我的方法就是不对的除了刚刚那个事，其实还有好多，比如说泡过米糊一样的，他说他那个手势就是对的，然后我那个手势就是不对，他就一直会往下念，然后他说哎你这样子不行啊，这个米糊会稀啊，会怎么样的？有时候我就肯定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然后就会生气我觉得他对我不好我可以忍，但他对宝宝不好我就不能忍。就是他很少给宝宝喂饭、洗衣服，然后他看孩子就真的只是看着孩子，孩子饿了他也不会说搞点吃的给他吃，然后他从来不哄睡。家庭的其他方面呢？其他方面，然后家务他不做，他就是挣钱，在他认为就是赚钱就是他首要任务。就这么多委屈吗？然后就是答应的事情。还有委屈吗？有。说。他就是不会处理我跟我婆婆之间的关系，他不但不帮我，他还给我添矛盾。就比如说，整个运气都是我给他洗衣服做饭，对吧？然后我婆婆是广东人嘛，就比较传统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不允许老公给老婆洗衣服的。我洗好衣服让他晾一下，我那时候真的很累了，让他晾一下晚上了，然后我婆婆看到了，她说一直以来都是你洗衣服呀，她就不吭声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我煮一个虾嘛。然后我婆婆不是不吃辣的嘛，我是湖南人，我吃辣的，我就做了2份，对不对？他就跟我说，他说，一个虾搞那么多样，就这样子说话，就完全不体会我的那种用心。好，听明白了。他说了你这么多你有委屈吗？还是说他抱怨的都是对的？其实我心里面就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他说的那些的话，我觉得就是都会存在，但是不至于这么严重，因为很多事情的话，我觉得。都不是什么大事情，基本上2、3句话之间就可以解决的。但是每一次这种小事情，反正后面就很激烈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觉得，就人无完人嘛，就很多事情之间都是要一个包容跟理解我问一下，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？半年多。怎么那么着急就结婚呢？
因为我当时觉得他对我挺好的，然后我觉得他也挺有上进的，可是婚后我觉得他对我不好。结婚以后就完全不好了。哦，现在后悔吗？现在有点。其实我是看着宝宝的那个面上，我就觉得要是能忍，我就忍，我现在是忍不下去了。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。一开始听的时候是特别的气愤，特别气愤，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你越听，就是当越走进他们生活的那种碎小的事实的时候，你发现这里面情绪部分的东西就多于事实部分的东西。我说的意思你能理解吗？就是你不应该隐瞒你的未婚妻你欠了21万的债务，你不坦诚，这是你的问题。而后来那些问题里面确实有你做的不到的地方，不当的地方，但是还有一部分我就听出来是他情绪所致。如果我们在一段婚姻当中总是拿孩子出来说事儿，说我没办法，我有孩子了，我只能跟他这么过下去啊，那很多事情是看不清楚的。所以这段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处理，做哪些调整，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。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你们2个是通过相亲软件认识的是吗？对。然后相处半年就嫁了。对。当时你要决定嫁给他的时候，你的父母是同意的吗？不同意，他们不希望我嫁到他们家里去。我爸妈之前知道还有欠债嘛，就不想我过那么辛苦。对。其实所有的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都会发现，很多女性当眼泪快流干的时候，才后悔。如果你真的想要面对你们接下来的婚姻，不要拿孩子说事儿，不要说因为孩子所以我没办法，我要继续跟你过。要真正的面对问题，不要面朝过去，背对将来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懂。就真切切的去面对真正的问题，而不是面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给到你们的建议就是，你太太现在非常没有安全感，因为钱，所以是不是可以把财政大权真的交到她的手上，用一半去处理你过去的债务，用一半来维系现在的生活，可能对于你们的婚姻家庭当中是一个好的选择和办法，好吗？好的好的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女孩先不要哭啊。其实现在你们最关键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。
从一开始听的时候确实就是愤怒，尤其刚才再一看你们开场那个短片儿，这姑娘一个人用单腿抱着孩子单手洗碗的时候，我太理解其中的辛酸了。你没有体会过，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那一个动作有多么让人心疼。对，我一个人照顾孩子，我知道，我理解。包括你可能连安心的上一个厕所都无法做到，对，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当妈的都这样经历过。但是每当这个时候，就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人帮把手。你从他有了孩子之后，你有没有问过他吃过一顿饱饭或者热饭吗？哦，这个可能开始都会问，可能后面会比较少。对，我特别不喜欢你的一点是，不管说他的情绪有多大，他有他的问题，我待会儿说。我特别不喜欢你的一点是什么？所有的问题你全有解释的方法，全部都有你的解释。你欠债，这姑娘什么都没说，跟你继续过日子，这已经是她极大的善良了。但也请你在婚姻生活当中善待她。在她怀孕期间，你不帮手，所有的家务全让她一个人做，产检连最基本的问题，赵晨老师刚才问你妊高妊糖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不是很清楚。你连最基本的产检要体检做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想而知你这个丈夫的失职是有多么的大。你知道如果是妊高妊糖，这个孕妇在孕期是有多么的危险吗？一尸两命啊！你不关心，生完孩子之后你只顾自己的辛苦，你说自己陪产累了。有了孩子之后，我也知道你在外面有欠债的压力要还钱，但是他在家里面的辛苦你根本没办法体会到。我看到台本上写他说要换一下你们两个人的这个位置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你说行啊，那你出去工作，我回家带孩子，你把我的债给我还了，这是男人说的话吗？他经常说这种很伤心的话。其次来说，女士，虽然我对他有这么大的愤怒，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委屈，你今天所有的眼泪，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首先一开始你就没有把控好自己的人生。对。其次，出现偏差的时候你没有及时止损。再次，当你进入这段婚姻的时候，你是有怨念的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觉得你一个还有欠债的一个男人，我都嫁给你了，你还要让我怎样？如果你一直带着这样的怨念去生活下去的话，生活是看不到希望的。你看不到你们婚姻当中美好的一面，所以你只能陷在这样混沌的日子当中，但你又不自救。因为你每天除了怨，除了念，除了回忆说你对我多么不好这点事儿之外，你没有其他任何的事儿，所以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。你如果以一颗悲伤的心来度日的话，日子每天越过越悲哀。如果你调整心态，看到生活当中有好的一面，债务在减少，宝宝健康成长，理解一下他还债的辛苦，彼此互相体谅的话，那这个婚姻生活是可以往好的方向过的，好吗？好的，谢谢老师。谢谢二位。你们的婚姻基础特别不牢靠，成婚之后再告诉你有债务，然后又是对于你极度的不关心等等等等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所有的一切为什么会沦落在你的头上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
当的。行了，你们俩自己琢磨琢磨吧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这样哈，就是刚刚也听了，就是4位老师的一个教诲哈，在那个生活当中，就是很多事情哈，我之前都是我自己做错了，确实是没有注意啊，很多事情都是起因在我这里，我也很感谢，就我老婆啊，就给予我这么多的那个包容哈，就是让她这么难过，我也觉得非常的那个伤心啊，因为。可能跟我之前的成长啊，或者说经历有关系也好啊，反正我非常抱歉了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爱他的啊，但是啊，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表达。好，时间到。你说1000道1万，不如好好对他，对孩子。啊，女生你好好想想，到底这个路应该怎么走，好不好？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这对夫妻是怎么选择的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真的非常抱歉让你受了那个这么多的委屈哈，就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啊，我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好好的一直过下去。我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，但是我也会去改。在梦